很有意思的是，上周我和一位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的负责人会面，你们猜猜，新加坡的 GDP 支出占 GDP 的比例是多少？赤字是 GDP 的3%，他们没有赤字，但是他们的支出占 GDP 的18%。他说，我们和川普政府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喜欢小政府，不喜欢非法移民，并且重视人身安全。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好的，让我理解一下。所以降低政府支出是关键，但最大的挑战是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了近30多万亿美元的债务。And the interest on that debt has started to grow. We now have to pay $1.2 trillion. 而且这笔债务的利息也开始增长。So that starts to consume more of the spending. 我们现在每年要支付1.2万亿美元的利息，这就开始消耗我们联邦政府更多的支出预算。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用于联邦政府其他项目第一支出会减少。Which is what makes it so difficult and so painful. 意味着你必须比原本需要削减的更多，这就是这件事如此困难和痛苦的原因。鉴于我们现在的高额利息支出和高额债务，你认为国会真的能按照我们需要的方向采取行动吗？是的，而且以现在的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来看，我不太确定财政鹰派的定义是什么。但我认为我应该算一个对于很多共和党人，实际上我不得不劝他们，你们不能一下子就完成目标。2周前，我和一个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人在一起，我和他们说，你们要知道，我们每削减3000亿美元的开支，就相当于 GDP 的1%。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平稳着陆，因为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我认为这里有3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我们将通过减少支出来降低政府的杠杆。我们还会裁减政府部门多余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我们将放松对金融系统的监管。我认为受到监管的金融系统就像被一个紧身衣一样束缚了很久。当我们放松监管后，私营部门就可以重新利用杠杆，政府去杠杆化。私营部门重新利用杠杆，这样一来，那些失去政府工作的人就能被私营部门吸纳，他们将更有生产力。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来谈谈，因为我听到了太多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但都是彼此独立的。我认为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本届政府如何减少通货膨胀，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并让人们能够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方式来实现美国梦。解决可负担性危机的方法之一是降低物价，比如降低鸡蛋的价格。当然，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实际工资。所以关于提高工薪阶层的实际工资，这又回到了主阶对华尔街的问题。第二个计划是重塑国际贸易体系，将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重振中产阶级。因为通过关税必要时可以使用关税让其他国家就范，并且为某些行业和供应链创造将生产转移回美国的经济激励。所以有关税，然后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做3件事，这些是本届政府的核心。我们可以实行低税率和可预测的税收，我们可以大幅削减监管，因为监管等同于税收，吸引投资，私人投资，监管的可预测性，以及提供廉价能源。Right. And sorry,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x cuts
不好意思，减税和将赤字减少到 GDP 的3%到3.5%，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不幸的是，临时预算法案让大家有了一个逃避责任的机会，因为我们暂时维持了2万亿美元的上限。是的，但是你需要时间。我在财政部的大楼里上班已经是第7周了。川普总统回到白宫是第8周，实际上你需要时间来达到目标。很多人对临时预算案不满意，但关闭政府在政治上或经济上也不会有任何成效。不好意思，减少的税收是通过关税来弥补，还是通过削减政府开支来弥补呢？税收减免和放松管制会改变增长轨迹，促进 GDP 增长。如果之前的增长趋势是 1.8%， 如果能把增长率提高到 3%甚至更高，就能真正改变增长轨迹。如果能保持支出不变，或者做到显著的削减开支，那就真的能有所作为。所以这件事很重要。对不起，如果降低开支，经济增长更快，政府收入占 GDP 的百分比就会降低。我认为让大家理解这种关系非常重要。因此，孤立的看，减税可能会减少收入，但是如果同时减少政府开支，放松监管，重塑国际贸易模式，从理论上讲，就能加速美国的经济增长。即使税率降低，政府的总体收入也会增加，大概就是这样。是这样。而且我告诉你，我在投资业干了35年，我曾非常自信地解释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的评分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我根本不了解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评分是怎么回事。就像你真正到了墙的这一边时，你才意识到它有多么疯狂，太疯狂了。这套体系很容易被利用，这个系统很容易被操控。其中最容易被操控的部分是在通常的 CBO 评估中，我们说我们想要延续减税政策，对。可是我们实际上只是在延续目前的税收制度，而在目前的税率到期后，税率又会回到之前的水平，而支出却从未改变，也从不需要重新评估。我认为，当我思考一个心理模型以及系统如何运作，如何崩溃时，我发现导致支出膨胀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从来不需要重新评估支出。激励模式是，如果你是一个民选的议员，而你的选民从政府支出中获得收入，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你想再次当选，你要确保我的收入稳定并且增加。然后每年都有一批民选议员，他们在民主制度中的主要目标是进入议会，并为他们的选民争取更多的钱。我们如何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你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你真的觉得是这样吗？你觉得大多数政客来这里只是为了给他们的选民捞钱吗？这是个好问题。对，因为他们花的不是自己的钱。丹尼·德维托演过一部电影叫《马蒂尔达》。如果你为你的选区争取到了利益，你会被认为是个好政客。而这个临时预算案，很多人不喜欢它，其中一个原因是里面没有任何专项拨款，选民会想，他们怎么敢这样？在最后时刻出现的圣诞树法案，每个人都能分到一杯羹。对，能不能讲讲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放松监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对吧？那么要怎么才能把经济增长率提高 0.5% 到 1% 呢？我们要通过放松监管来实现。正如你所说的，要如何解除金融的束缚？你觉得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想法？举3、4个例子。好的，我们正在重新审查所有的银行监管规定以及它们存在的原因。为什么银行必须？好的，我们正在重新审查所有的银行监管规定以及它们存在的原因。为什么银行必须要持有大概 5% 或 7% 的美国国债债券？规定到底是什么？我上周和一些社区银行和小银行的人开会，他们为什么要持有和摩根大通、富国银行、花旗银行一样多的资本，而他们的资产没有那么复杂？其中一个小银行家说，这是因为美国银行就是这么做的。
可是美国银行有上万亿美元的存款，而这家银行只有1.83亿美元的存款。当你审视这些监管负担，比如巴塞尔协议1、巴塞尔协议2，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框架，结果是所有这些机构都在忙着帮你管理这些复杂的东西，最终只会降低经济活力。我知道你们经常谈论激励机制，回到激励机制上来，监管者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收紧束缚，他们不在乎经济增长，也不在乎常识，他们的工作就是消除一切风险。Turn off every risk is their job. 如果需要创建一个指标来衡量我们是如何放松金融监管的电，那么是否可以通过私人贷款机构的贷款速度来衡量私人部门的重新杠杆化？这样理解是否合理？可以用利率来衡量吗？不一定是利率，但如果我们做了我刚才说的所有事情，如果我们放松监管，如果我们有廉价能源，如果我们裁减政府部门多余的劳动力，如果我们降低政府支出，那么利率、通货膨胀应该都会下降。关于我们如何衡量这件事的问题，我对私人信贷没有任何意见，我觉得它挺好，充满活力，它很有活力，而且更贴合企业的实际情况。美国的金融体系的优势在于其深度和广度，但大家也能看到，现在有如此多的贷款被推到监管银行体系之外，这说明监管过度了。所以现在一个考验将会是银行贷款，特别是小型区域银行、小型银行、社区银行的贷款是如何崩溃的。这些小型银行、社区银行提供的贷款占农业贷款的70%，占小企业贷款的40%，这也是主街经济受到抑制的原因之一。那么你打算如何与美联储合作来改变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模式呢？要做出这些改变，您是否也需要与国会合作？另外，您对美联储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有什么看法？他们是帮手还是敌人？在货币政策方面，我100%支持美联储的自主性，虽然我不是一直都同意他们的做法，但是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确实如此。而且我也说过，我不会评论前瞻性的政策，我可以谈谈他们过去犯过的很多错误，但我认为就像任何系统一样，当它扩展到核心之外时，他们在监管方面做的一些事情，他们在气候问题和多元包容政策方面所做的事情，甚至包括一些非标准的货币政策，都威胁到他们的独立性。我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强势、稳健和独立。在监管方面，我认为他们对中小银行过于严苛，主要有3个银行监管机构：美联储、货币监理署、OCC 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此外还有其他监管机构，比如 SEC、CFTC， 但联邦层面的银行监管机构就是这3个。在财政部，我们有一个叫做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 FSOC 的机构，我担任过 FSOC 的主席，通过 FSOC 以及总统工作组，这也是一种召集机制。我计划继续推动安全、稳健、明智的放松管制的方式。审视每条监管规定存在的原因。因为银行购买国家债券需要缴纳资本费用，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取消这个所谓的补充杠杆率，因为它已经成为银行的一个约束性条件，那么我们实际上可能会将国家债券的收益率降低30到70个基点。
每一个基点就是每年10亿美元。我们能稍微谈一下这个问题吗？我认为，也许我已经说过1年了，但我认为上一任财长耶伦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在收益率曲线的短端持续发行货币来为这些赤字融资。这给你带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我认为未来9个月内，大约有9到10万亿美元需要再融资。你想谈谈这个吗？对，我觉得利率低的时候，应该加大债券发行。对。而过去几年，财政部反而缩减了发行债券。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他们想保持低利率，当利率回升到5%左右时，他们改变了发行计划。我维持了这项政策，原因是几。先让我们回到大卫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控制政府支出带来的成果？而且我认为市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的，如果我们能做到，他们不太确定该相信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评论，比如不确定性很大，有很多不同意见。对，就像中心价值倾向一样，你是对的。中心价值倾向，就像它的中心是什么？因为结果的范围太广，我们知道那里有问题。我们知道存在浪费、欺诈和滥用，我们需要量化它。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能够更多的量化它时，我们就会因此获得认可。所以让我回到之前的问题，除了通常所说的浪费、欺诈和滥用之外，我想回到我之前提出的问题：本届政府需要国会采取哪些行动，才能将赤字降至 GDP 的3%到3.5%？您如何看待国会？以及他们有多愿意、多有能力采取必要的行动？是的，我认为有很多头条新闻，尤其是在临时预算案之后，关于民主党人陷入混乱的说法，媒体喜欢报道混乱。我认为这里未被提及的是，共和党人出人意料的非常自律。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川普总统正在引导共和党引导这场运动。想象一下，那些人说麦克约翰逊议长永远无法通过临时预算案，他只有如此微弱的多数优势等等，但实际上他做到了。确实如此。他们说他肯定没法通过一个干净的临时预算案，但他做到。所以让我们看看预算案会怎么样。我们需要国会在预算案上与我们合作，众议院和参议院都积极参与。大家都意识到，如果我们通不过临时预算案，那将会是大问题，那是个成败攸关的问题，那会造成历史上最严重的税收负担。